Hello，欢迎大家收看这期的装机系列。我将作为学者再一次卷进机箱的海洋。
这台主机终于装好了，请大家给这台主机打个分。BIOS 界面的右下角，这3个模式对小白玩家挺友好的，分别是默屏模式、性能模式和节能模式。一般选择性能模式可以提高频率、优化电压。选择后还要去调整风扇的曲线，我这里拉的是静音，也可以手动调节，为自己量身定制。再进入超频 OC 选项，超频设置已经开启了，还开放了一些功耗限制。那想要提升频率，可以直接去拉倍频。内存设置里面开启 3P6000视频率，我这边选择的是 G2 模式。兼容性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，超频方面能调的还是比较少，想要丰富还得看未来。电压设置里，在性能模式下对 CPU 内存电压做了相应的优化，设置比较简单，容易上手。来到测试环节，测试环境如下：室内温度27度，风扇设置全部调成静音。BIOS 里面开 XMP， 性能模式下双考测试15分钟 ，CPU 94度，功耗199瓦，核心频率5.2 赫兹 ，GPU 69度，功耗275瓦。核心频率2640赫兹，中间间隔10分钟。BIOS 里面开 XMP， 默屏模式下双考测试15分钟 ，CPU 92度，功耗197瓦，核心频率5.1 赫兹 ，GPU 71度，功耗279瓦，频率2550赫兹。性能模式下3.8烤机测试 ，CPU 50度，功耗72瓦，核心频率5.2 赫兹 ，GPU 69度，功耗259瓦，频率2775赫兹。碳十八压力测试达到 99.5%， 超过 97% 就算通过。从测试结果来看，主机还有一定的超频空间，大多数海景房机箱进风不够的问题，在次我 AC-E5G 上得到很好的解决。在装了之后，我遇到了厂家把机箱跳线搞反的情况，那只能把重启和开机跳线换位了。这个问题我也反映给厂家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期的内容，还请3连支持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你有任何电脑方面的问题，可以私信我。最后我们一起学习，共同进步，只为下个视频越做越好。我们下期再见。